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登录微信，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官微视频号，添加关注。每晚的8点到10点呢，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与大家互动，为您的情感困惑答疑解难。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是谁呢？我们一起认识一下，请开门。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张先生51岁，来自河南，工人；赵女士51岁，来自河南，工人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？你觉得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他太较劲了，不论什么事都跟我矫情个没完。我觉得所有的问题都来于我生完老二之后，是不是我儿子生完了，他就开始嫌弃我了，觉得我是黄脸婆了？你对这段婚姻还有期待吗？现在快没期待了，因为这么多年他一直不听我的话，弄得我对他也失去信心了。当然有期待呀，只要他不那么大男子主义，多包容我，多体谅我，不涉及异性问题，别的我都能让步。我也想好好的走下去呀，他能做到吗？哎呀，这一个有期待，一个已经没期待了，这么严重啊？是我那个坚持要来的，因为我们夫妻就是结婚就是20多年了吧，生完那个二宝之后呢，我就感觉就是我们之间就是老是那个也不是三观问题，也不是咋回事，老是那个是争争吵吵的。那咱捋一捋啊，这是三观挺大一件事儿哈。首先第一个关，你认为你们哪里不统一，总吵架？我记得就孩子小的时候嘛，就有许多那个同学嘛，然后都在那个上那个补习班，然后我就想给那个孩子也报一个，然后就给我老公说了这个事，他就不乐意，就因为这个事他就给我吵。儿子闺女啊？儿子姑娘就2个人都报。那是2000年多，家庭条件不是太好。我觉得他就是对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他就没重视。后来报没报？报是报了，就是但是因为那个钱的问题，就是我们也吵了起来。那他对儿子和女儿在钱上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。就是我女儿学那个专业舞蹈的吧，这个有一段时间吧，然后就是那个学校放假，不是放1个月假嘛，然后我就想着给她再请一个这个专业的舞蹈老师，就是在放假期间也不能让她落下，马上就要高考了嘛，就这个关键时刻她就不乐意。女儿现在多大了？20多岁，已经就是出嫁了。哦，嫁人了？对，出嫁了。你就长大以后呢，这好点吗？我就感觉她对我女儿就是很有偏见。因为啥吧？因为那个我女儿出嫁的时候啊，嫁妆都不愿意给姑娘多拿点。当时呢，我就说给姑娘就10来万吧，她不乐意。那最后给没给啊？给了多少陪嫁呀？没给姑娘就是那个钱，就是说给姑娘就是买了那个电动那个车，也就是4、5万块钱的那个。主要是他们2个隔1岁嘛，儿子马上要结婚嘛，我们当地那个彩礼，那娶个儿媳妇。就最少得50万块钱花了。50万？光那个彩礼金就得18万8，还不带那个3金5金呢。我就觉得姑娘就是委屈。闺女觉得委屈吗？跟你说过吗？姑娘她没给我说过，但是我姑娘可懂事呢。为啥说？就是我姑娘就在那个上学期间，一边读书，然后一边她还是打工，很少问这个家里这个要。我替我姑娘委屈呀。哎，大哥，我想问一个哈，就是您给儿子备了多少钱呀？女儿是差不多，我刚刚听到是4、5万，儿子呢？我给儿子备了50万，差10倍啊！所以这是第一个三观的问题哈。对于儿女一碗水端不平啊，尤其是钱上哈。还有什么问题呢？他把钱都给老人们付那个医药费了啊！他生我养我那么大，我给他花的钱啊，就那1万多块钱啊，咋的了？你们家那个老宅子卖了10来万，给你了没有？1分也没给你，都是你兄弟拿的。他是一直有病，你一直拿钱。我们儿媳妇还没娶到家呢，你把钱准备花完了，还是儿子啊？不给我吱一声，都把钱给人家了。给了多少呀？1万多了。我的娘家那个爸妈，他的年龄都大了，都80多岁了。你看我还有一个娘家弟弟，他是种地的。我看我的弟弟挺困难的，想替这个娘家那个弟弟这个分担一点吧。然后就时不时的就是想那个去付一下这方面的这费用。你看我爸妈他年龄大，不是有时候他不是要去医院输个液，然后检查个身体啥的。我就是偶尔的，就是拿这个费用嘛，又不是一直拿的。你把你的钱都拿过去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你俩钱不在一块儿啊？在我这里呢。他拿钱，他拿的钱是他自己攒的钱。其实听来听去都是为了儿子哈，他都为了儿子，我得攒钱给儿子，所以我的女儿我不能给他钱，亏着他没关系。你的父母我也不能给着钱啊，因为不能亏着我儿子。还有什么事儿？
多着嘞。这么多年，他就是经济大权，他是在他手，我就想那个把这个经济大权然后给要回来。哎，你俩是各做各的工作，还是说有一起的生意，还是什么？一块做生意的啊，就是批发那个蔬菜水果的啊，所以这个财务一直他管。对，他管着嘞。跟你报账吗？多少钱我知道，但是他管着嘞。别人家不都媳妇儿管钱吗？你为啥不让你媳妇儿能支配钱呀？他不爱管钱，他就怕我把钱给花了。他爱管，给他。好的，好，给你了啊，给你了。他不爱管。他说给我就给我了，我相信呀。不是，哎，为啥这20多年了都是他管？今天您来我们节目争取这个财务权了呢？经过这几件事，我就感觉我在家里啥权都没有。没地位，哎，就这个说话的权现在就快没了，就是啥话我都说了都不算。你说的太废话了，太废话了。让他管钱，我跟你说，把那个生意都给我管跑了，可不能让他管钱。咋人家能把生意搞砸了呢？你看我们也做有几十年的生意了，客户还很多，我就感觉只要是这个客户来，尤其是这个女客户啊，就是可热情。哦，我就感觉这么多年他就没这么热情的对过我。哎呦，有一次嘛，你看就是我刚刚在超市我拿了2瓶饮料，天热嘛是吧？闲一会儿了我就自己喝的嘛。然后我当时没闲着，我都在那放着嘞。我当时在忙着嘞。然后那个女客户她过来了啊，她就顺手然后拿着个饮料就递给人家了。啊，递给人家就递给人家吧。说着，然后她就直接就给他那个拍拍打打的洗脑起来了。当着你的面啊？对呀，我也不怕你笑话啊。他就是这样，那个女的，她就这个手拿那个饮料还没开盖了，然后就一直在聊那个生意的事啊，聊着，然后他就说着2个人不对了，说着嘛，然后他就直接拍他。对呀。哥，你看你上次你给我弄的，那个桃子，那啥呀，我都没法给你做，那好多都吃起，我天天在你这供货的，你看你。然后他就是睡的是，然后他就摸着人家那个头，然后就哎呀，你看没事，刚改天找你去唱歌啊，请你去吃饭啊，咱去吃海鲜啊，不是你说的吗？人家是我们当地那个大客户嘛，是每次去最少拉我那个一车的一半。你摸人家头了？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不是我摸了，不是我摸人家头了，人家摸你头了，本身比我小个10几岁吧，我拍人家也是。哄他的意思。不是，你为什么拍着人家哄他？把我的货拉走。不是，大姐，你当场生气了没有？我肯定生气了，肯定生气了，是的。什么反应？气了，我不气，我剩啥了呀？不要了，不送了。我就那货不卖，我不卖给他，我也不能让他给当着我的面这样的。就是，他说把生意搞砸了，货不卖了，我也不能让他有这个其他想法跟那个客户那个不清不楚的。还有其他的不清不楚吗？有，也就是跟那个错那个没几天啊，然后就是。他那个给那个女的在打电话那声音还可高啊！我这远的我就听到了啊！我就想那个看我听到是谁，脚步就轻轻的我就凑过去吧啊！我还没走到，他一扬头，然后看到我过来了啊，腾的电话就给挂了。哟那我一过来，那电话就扯没了。有问题啊！就那么快就扯没了？跟谁打电话呢？我给打电话那是同行的，同行打电话问拉那个桃子什么价钱。在什么地方拉的？我们在聊这个问题。他过来了，他听到是女的，他都不愿意。我直接就把电话挂了。为啥？他会胡想八想。你跟他说了，他还问你，一直刨根问底，问你很烦，所以我就不给他说。我直接把电话挂了，我也没跟他说是谁的。他就是不给我解释。你专爱胡搅蛮缠，每天胡想八想。那我拿着手机看，你为啥不让我看？你要是心里没鬼，你为啥不让我看？我不想让他看，他看他还。你就不让我看，我就是给人家打电话，还给人家吵架了。就是你跟那个男女方面，就是那个不清不楚的。他干过这样的事儿吗？拿起电话跟对方什么女生吵架，干过吗？我怕，他就爱找事。我问一下这个女士啊，你对你老公觉得他和异性不清不楚，这有多长时间了？我这个老公，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他，他就是对我，你看这个说话你不到2句的。你看他就给我大吵大闹的，就烦。他跟其他女的说话呀，那也挺温柔的，挺好的。看到那个手机呢，还有那个好多那个女同学，经常呢就是聚个会啊啥的，发那个视频，我就看那好多都是女同学，那个男同学不多。那聚会他去了没？他去了呀。哎呦，那有聚会让你觉得你心里犯嘀咕，他这去的是不是有其他的想法？有这样的聚会吗？有呀，也是刚刚的事。他那个有个女同学嘛，然后他就带电话给打过来了，然后我老公就接了。那个时候表现还可以。
哎，他就没躲着我，啊，就捅我的面借了。哎，我说这次还行，我心里还挺高兴的。然后聊着聊着，然后那个他那个同学就给他说啥呀，就是他就是过生日啊，哎，然后就想让他过去热闹热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就直接就答应了。答应以后，然后他把电话那个一撂，他拎起衣服，然后我出去一下啊，晚上我就不回来吃饭了，我就没让他走。这是我拿我当啥了？开旅店的吗？啊，跟我这样说话呀？为啥？最起码你再问我一下啊！你问我一下，你在咱家现在有啥事没有？是不是？要是咱家里没啥事，你看他打电话，你刚才估计也听到了吧，是吧？然后我就去一下，是不是？要不呢，你要是想去没事的话，咱俩一块过去。你看，最起码我的心里舒服一点嘛。哎，他根本就没在乎我的感受呀。你咋就不会这么说两句哄哄老婆呀？有没有把老婆放心上？有，你不跟老婆交代一下？有不给他说就行了。就是不说，有也不说。哦，他每天和我较劲，每天和我吵架，我给他说啥？哎，是不是对你这同学有点啥意见呀？他那个同学，我跟你说，确实我是不希望他跟他来往的，一点都不希望，因为他那个同学他就是没老公，就算我不说啥，他要是给他经常靠近，人家别人也会说啥的。哎，这个老张啊，张先生，你这太太上来数了你好多不是哈，你对你太太有啥不满意的吗？我说的话他都没有，一直都没听过。我说去东，他非得去西。就是下个月吧，我儿子要结婚嘛。哎呀，好事儿，50万要花出去了。啊，我这钱准备好了，准备花出去。这准备结婚，那个房子不是装修一下嘛？装修工人在家做饭和我吵架。啊，不是我跟他吵架，是他找我事。你问他说啥了？是我找你事，就是你找我事。工人说这个饭意思那个口味不是太好了，我一说他就和我吵，这个很正常。我说的你咋了？你不改你还和我吵架？你们说你这个是叫我咋呼？那不是给工人做饭，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吃饭，我在做菜，然后他站在边上，他盯着我，他就挑我的事，他就看我不顺眼，我放个啥都不对，我放个酱油都不对。他做个饭你都要盯着他，就是最近没事了，不是在家了。哎，我突然听懂了，就是以前各忙各的生意呀、孩子呀，就没那么多功夫盯着彼此。最近这是大女儿出嫁了，你们的小生意是不是也没那么忙了？儿子也出去了，就剩你们。还算不上老两口，中年两口子哈。不算老两口啊，四目相对，哎呀，彼此厌恶，两看生厌啊，这可咋办呀？那你们有啥打？你们来世咋的？有什么打算吗？我感觉我的心里我就老是不舒服，我可难受的，你知道吧？要不我不会到这来。那你有啥想法？我就想嘛，你看。我嫁给他，这都几十年了，是吧？他从来他就感觉他就没包容过我。这个就是最近不是吵得我头都大了，我实在是我都没法弄了，把我给吵烦了，我就直接对他说了，说啥？我就说呢，咱们两个要是再这样吵，你再这样给我吵，啊，要不咱就分开得了。老张咋回应的？我说的话他不听，一直和我较劲，他也说这个话，我也不过就不过了。那等儿子结过婚以后吧，不行，咱们先分居。你看，我这嫁的是啥人呀？你看老师，你看这个。这不是你提出来的吗？其实我当时我跟你说，我也是气呀，你知道吗？吓唬他啊！我是想吓唬他，我真的是气急了，我就直接给他撂出去了。其实你并不想。我心说他就是看在这么多年的份上能哄我，我就想找一样这样的感觉，但是我没找到，他就这个顺水偷舟，他就给下去了。因为他就知道你在吓唬他，你并不会那么做，你也没有这个勇气，也没有这个胆量。平时这种像情人节啊，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纪念的日子，他有没有给你花过钱，或者是给你买过礼物？没有，从来没有。没有，在年轻的时候也没有。没有，他就是一个铁公鸡。为啥我生气了？他就是感觉我就感觉没把我放在这个心尖上。好啊，就不管是所有那什么电话啥，他就没把我放在心尖上。我多问你一句，大姐啊，如果真的他说，既然你提了分，儿子结婚以后咱就分，他就走了，咋办呀？要是这样，我反正就是我心里也不甘嘛。你看这都几十年了，你看，你就是不愿意。现在这吵着，你看这么多年了，你看儿子都大了，这个女儿呀也事业都办了，你看我这是个时候，这几十年他都没有哄过你吧？没有。那为什么你现在要人哄啊？现在不是这个孩子不都大了吗？这个儿子也要结婚了吗？姑娘不是也要出嫁了吗？你突然之间多出了一个情感需求，对吧？对，我就感觉很空虚那种感觉，我就想找回的那一种那种温暖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空虚了好多。行吧，来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啊。
你为女儿抱不平，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母亲。我见过很多家庭重男轻女，但你作为母亲可以一碗水端平，因为同样是女性，你很理解你的女儿，你是有这种跟女儿一样感同身受的委屈，所以你才会站出来为女儿发声，为女儿讨这个公平，对吧？这位先生呢，从头到尾你都是我儿子，我儿子。把这种重男轻女真是刻在骨子里，而且你表现得太明显了。还有你对女性可能你没做什么，但是你一直拍拍打打呀，就是你让你的媳妇儿觉得不痛快了，绝对是你出现了一些端倪。但是啊，大姐，你这么愤愤不平的表达完之后，问你能不能分开，你又说哎，你还是不想分开，为什么不想分开？你就是拿出这个要分开的决心，看看他怎么办，看看他能不能够给你一个妻子该有的这种幸福。你为什么就没有这个骨气呢？你为什么就没有这个决心呢？从你原生家庭来说，你就很委屈，你就带着这份委屈嫁给了这位男士。对，所以我就希望啊，首先拿出这份决心，先分开一段时间，先拿出这份敢于破釜沉舟的决心，看看他能不能把财政大权交给你，能不能让你体会到幸福，然后给他立立规矩。张先生，据我观察，你儿子可能比你还自私，这叫言传身教。你给你儿子真没树立什么好榜样。我跟你讲，有一条规律，儿子是你付出的越多，将来你收获的越少；女儿是你情感投入的越多，将来你收获的越多。你要给你儿子做好榜样。你们两个人属于很普通的家庭出身，对不对？两个人一手一脚打拼起来，现在50多岁了，一子一女，创下了一份家业，这是不容易的。平心而论，你太太为这个家庭付出的多不多？来，张先生你回答。付出有3/10吧。你认为的付出只是做生意的付出吗？你要整体来思考。今天你们家最大的资产可不是银行里面那50万存款，是你那一儿一女的。一儿一女占你们这个幸福生活的一大半，对吧？一大半。那么请问，所有一切加上去，他付出的多不多？是不是算多的？多。就这么一个妻子，那么多年来陪你创下那么大一份家业，帮你带大了一子一女，这么一个人，你说你为他付出一些，你不亏吧？我认为我亏。我跟你讲，你就是自私。在这个舞台上，他明明白白的说了，他觉得亏了，他来接你这个感情，他觉得亏了。那么如果是从这个角度讲，你可以有自己的生活。现在孩子虽然是各自成家走了，那你是不是可以自己去做事业？你是不是可以自己去找一点爱好？你是不是可以自己去找一些朋友？一个人的心态要自己调节。我们先不讲离不离婚的事，你先给我独立出来，你把你的情绪、情感和时间都独立出来，这个家你不需要再像以前那么管了，饭你不需要像以前那样给他做了。过去30多年时间，你没有为自己活过。从今天开始，因为他在舞台上，他表了这个态，你从此以后，因为孩子都已经独立，你可以为自己活了。今天我们来录制的时候，进电视台的时候，我碰到他们两口子，就当时都还就是穿着生活的服装，我还跟那个我们导演说，我说哟，这太太挺朴实的，和场上的你是2个人，我都认不出来。你知道说明什么吗？说明你在过去29年的婚姻里，你是放弃了自己的，你根本不看自己，你不在意自己。你扮演的角色，你是一个妈妈，我用尽所有的能力和爱情感去带我的女儿，带我的儿子。你们是农民出身，让女儿学了艺术，学了舞蹈，做了艺术生，工作中现在依然是一个文艺工作者。你得有多大内心的力量啊！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妈妈呀，对吧？她心里是很清楚，我要让我的孩子们脱离我小时候的苦，让他们去过得更好、更丰富、更多彩的人生。你也做了一个不错的生意合作伙伴，只要你有时间，你都在帮他打理家里的生意，共同创业，出谋划策，对不对？对。
然后你做了一个很好的妻子，大部分的时间你都在照顾他，做饭、收拾家、洗衣服，能帮都帮，是吧？我就是忽略了自己，你唯一你就没做自己。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这样一个家庭妇女，也没能力，我还真的劝您，哎，想想什么其他的方法哈。您不是，你是个内心非常丰富、细腻、有能量的人。你是完全可以在50岁之后过上新的不一样的人生。我认为你前半生也没有浪费，你别觉得自己不值得，当了个老妈子还被他不重视什么的，没有，你很值得。你的能量去培养了一双好的儿女，扶持了丈夫的事业，我觉得你前半生很成功，没有遗憾。不要否定自己的过去，这是我今天想跟你说，接纳自己，下半生人生重新开始，以后就像今天一样，穿漂亮的裙子，化精致的妆，把头发弄得立立正正，戴上耳环，穿上战袍，去过我们新的人生。管他爱干嘛干嘛，陆琪老师说的很准确了，他就是个自私的人。对待自私的人最简单的方法就不理他，他爱自私自己的去呗，我过我的人生。您呀，我跟您说，先生，把心往妻子身上拢一拢，去想想他的需求是什么。你别老跟他对着干，不是他跟您对着干啊，你也对着干，情绪价值提供一些，这日子我觉得以后其实是能过得更好的，对吧？你们有那时间了，一起去旅游啊，一起去外边参加点活动啊，晚上出去遛个弯啊，你老婆不就要这些吗？趁她现在还要的时候，你抓紧时间给，回头人家不要了，你可咋？是不是先生？咱们好日子好好过啊！我是真心祝福你们50岁之后的人生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精彩和彼此的关爱，好吧？29年的婚姻啊，走下来不容易。其实我听下来，我倒没觉得是你们三观不合，更多的是缺乏了换位思考以及互相理解沟通的能力。女人要的是态度，男人要的是理解，我感觉双方都没有给到位。在重男轻女的这个观念上，大哥呢就觉得在金钱感情上都偏袒儿子，忽视了自己女儿跟老婆的需求。然后大姐呢这么多年就长期的自我压抑，就憋着啊，然后用这些妥协，你想去换取这个家里的平和，我们都感受到了您的委屈。但其实啊，像一个家庭里面，儿女婚嫁、父母赡养，这些都是需要共同来商讨的，共同去制定预算的。一个家庭，它不仅仅是数学题，它不应该只有经济账，还有情感账。偏心的父母，你最终收获的不是孝顺，一定是疏离。一个家庭它需要平衡，它就像那个天平跟秤一样，大哥偏心了，邪了，不是件好事儿。彩礼的问题，彩礼跟嫁妆它不是买卖，它都是父母对于孩子最真心的祝福。所以您一定要把这个旧的观念改变一下。然后另外呢，大姐，我觉得在这段关系里面啊，咱们要硬气一点。钱不是大哥一个人赚的，虽然他管钱，谁管钱谁就有话语权，但是也不能他说了算呀。养父母是我们的本分，一个婚姻的温度是从我们对待家人的态度决定的。如果说你对你妻子的家人的态度如此冰冷，你的婚姻就掉入了冰窖。所以今天到这个地步，大哥你的责任更大。然后另外呢，你看像你什么同学过生日啦，电话也不接啦，然后你只会抱怨大姐想多了，管多了。但是婚姻的建立不是靠一句你想多了，而是你能拿出什么样的实际行动，避开他的胡思乱想，这是你的责任。大哥，真的能陪您走到最后的是您的另一半，也希望你们能珍惜这29年的感情，加油。谢谢木姐。电视机前观众朋友，如果想更多了解木姐呢，可以通过我们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，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当中的木姐，然后呢，您的问题就可以向她去咨询。那别忘了要回复"爱情保卫战"5个字，会获得我们的新人礼。老张，你51岁对吧？对，51。我也51。我跟你说件事儿，一个男的到了51岁该想什么？该想退路了。你再也没有那时候青春年少，你再也没有那么光洁的皮肤，你再也没有那个体力。51岁一个男的该想什么？得想想退路。一步踏错，把自己变成孤家寡人，那个时候后悔都晚了。老张，我这样啊，咱们跟重感情的人聊感情，咱们跟不重感情的人咱们就聊利益。
所以他们都跟你老婆聊感情，咱哥们儿聊聊利益。51岁，我问一下，你在你女儿那儿招人疼吗？差不多吧。差不多。你女儿可知道当年就那俩钱儿，我妈替我跟我爸吵了多久？你在你儿子那儿招人疼吗？儿子对我可好。不着急，因为钱在你手里。你老婆跟你一离婚，一人一半，那时候要钱跟爹要行，跟娘要也行，而且娘还能替儿子儿媳妇看孩子。你觉得在你儿子儿媳妇眼里是你有用，还是你老婆有用？谁看孩子谁有用。哎，就是嘛。所以你在你儿女那儿你不占优势，真分开你不占优势。咱们聊的是利益啊，我没跟你聊感情，我跟重感情的人聊感情，对吧？咱就聊利益。你告诉我，你还剩下什么能在10几20年以后，或者半身随呀，或者不随的时候，嘴角流着哈喇子吸都吸不回去的时候，坐在床上喝稀粥拉一炕的时候，老张，你告诉我，咱还剩下什么？没什么，什么也没有。那个时候你去看，原本人心换人心，结果在我51岁那年，那颗心被我凉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就没用过心。我到51岁那年，我也没觉得他好看，我也没跟他说过一句贴心话。到51岁那年，那颗心凉了。我用前半辈子，我没换来一颗人心呐。现在你的机会在于，你的妻子想不明白，你的妻子对你依然有感情期待，这可能是你唯一的机会。不用太沮丧，好好想想老师们说的话，都回到转门后，看看最后你们的选择。来，请回。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来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。登录微信，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官微视频号，添加关注。每晚的8点到10点呢，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与大家互动，为您的情感困惑答疑解难。好，来看一看我们第一组夫妻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呢？请开门。肯定会出来的，会出来吧？没毫无悬念的。哦，出来出来，哎呦，来吧。这手牵手出来了，站在心尖尖上，这个叫心窝窝上，我昨天刚学会。哦，心窝窝上啊，谁主动伸的这个手啊？张先生，哎，来继续拉着，拉着，出来了，说点啥吧？感谢各位老师的对我的点评，我感到以前就是对不住老婆，以后的日子我一定对老婆的大权也交给老婆，让她管，什么事都依着她。不和他较劲，多关注，多爱护，多关注，多爱护啊！经常拉拉小手，拥抱一下啊！哎，太太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说实在的，这么多年，我今天第一次感到挺温暖的。行，咱继续温暖一下，好不好？美好发生，怎能不看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，温暖的拥抱一下吧，抱一下吧，好好抱一会儿啊，多抱一会儿啊！哎呀，这老夫老妻的了，多抱一会儿啊！不说停，不许放手，多抱。这种感觉能多给我几次吧？能，以后都是你的。来吧，开灯吧，亮灯吧。哎呦，亮灯了也舍不得分开。看见没，老张，你回家多抱抱。是不是？回家每天抱。每天抱，多好的媳妇儿！你老公也不错，他听得进话，知道好坏。赵女士，多化妆，多穿漂亮衣服，这是有用的，对不对？老婆今天漂亮吧？漂亮。哎，希望你们以后都幸幸福福、甜甜美美的，没问题。以后祝福你们啊！再见。好，来，谢谢老师。一定多抱一抱，多好的媳妇儿啊！
所以你看，这个爱情保卫战是个神奇的舞台啊！有可能好多年没有拥抱的这个夫妻，今天是真诚拥抱了。也谢谢我们老师们的分享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